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那今天我们巴比 Q 的主角就是我面前这个羊腿。想必羊腿这个食材大家已经见得非常多了，无论是那种非常普遍的开片直接烤，还是那种放在锡纸里面那种焖烤的方法。所以我也想做一个特别的。那通过我大量时间的搜索发现，新疆有一道特色美食叫做面包羊腿，我觉得做法也特别新奇，所以我想今天尝试一下，顺便也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先制作外面那个面皮，先来一点中筋粉，再打入2个鸡蛋。再加入糖、盐，还有酵母，还有牛奶。先把面揉一下。面团搓完之后，我们给它盖一层保鲜膜，把它密封住，让它发酵2个小时左右。先把羊腿上面的肉取下来，然后我们进行调味。先来一点盐，然后孜然，再来一点黑胡椒，再来一点辣椒粉。把羊肉和调料充分搅匀之后，放在旁边备用。OK， 现在我们的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它分成2个面团。OK， 我们先取出一块面团，然后把它擀平，擀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换另一块。接下来我们把羊腿放上去，然后我们再把羊腿肉也填进去。如果喜欢吃洋葱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洋葱，再把另外一层面皮盖在上面。接下来我们把4边都要封口，外观不重要，但是一定要紧，让汤汁不会漏出来。这样我们的羊腿面包就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烤了。现在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炭我们也已经生好了，把这个羊腿放上烤架。好，我们再给它烧上一层蛋黄液。涂完蛋液之后就可以先烤着了。过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它的情况。又到了今天的调饮料环节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无酒精版的莫吉托。首先杯子里面先加一点薄荷叶和冰块，然后准备1颗青柠檬，可以多切2片。然后再小小的装饰一下，倒上1杯雪碧。OK， 1杯简易版的莫吉托就制作完成了，干杯！这样的雪碧喝起来就没有那么甜，还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，还是挺好喝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羊腿我们已经烤了1个小时了，打开炉子看一下里面的情况。这个羊腿旁边已经在开始慢慢上色了，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点芝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又过了1个半小时，我们再打开炉子看一下。因为我们这边只有左边有炭火嘛，为了保证这个羊腿均匀受热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羊腿的位置，还需要控制火候，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半个小时都要来翻一面。现在看这个颜色的话，基本上这边还差一点点意思，然后这边的话都已经完全 OK 了。那我们再继续烤1个半小时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经过4个半小时的熏烤，我刚刚检查了一下，我们这个羊腿面包终于完成了。现在打开来看一下，赶紧把它取下来。好，羊腿面包制作完毕。现在我们赶紧切开来看一下。我特别期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。哇，好香啊！这里面的羊肉。打开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羊腿肉已经被焖得十分酥烂了。好，这次切开来感觉还是不错的。那还是按照惯例，请观众老爷们先吃吧。接下来我再尝一尝这个羊腿面包。先吃1块肉。这羊肉真的特别好吃，首先味道咸淡合适，而且里面的孜然味道特别突出。其次，这个肉被烤得特别的酥烂。再来1块，再尝一下这个皮。我感觉这个皮可以配合着这个羊肉一起吃，首先这个皮吃起来口感特别的扎实，刚切开来也看到嘛，里面有点软软的，已经吸收里面羊肉的汤汁了，吃起来就特别的香。配着这个羊肉一起吃一下。可以的，绝对可以的，这次再来1块肉。我感觉这么做羊肉和烤有一个区别，就是它这个羊肉吃起来会比烤的那种显得汁水更加充足一点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汁水真的特别多。这块肉，再吃1块骨头上面的肉。轻轻一撕扯，这个肉就下来了。
我这块肉最好吃，带在骨头上面。你看，这个羊肉酥的已经很轻松的就把这个骨头啃干净了。爽，真的爽，就想吃肉，再泡一块肉吃。最后来一块。干杯！吃的太舒服了今天。下面我来说一说今天的羊腿面包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做法难度还是相当大的，但是这个味道和创意没得说，真的是非常棒。你可以同时不仅仅吃到羊肉，而且可以吃到新疆的那个特色羊包肉，把两者结合起来真的是相当完美。但是它的制作难度非常的大，特别是用那个烤炉。如果说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用家庭的那个烤箱去制作。那温度的话，就用180度，先加热30分钟，后面再盖一层锡纸，再加热3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说你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请多多支持我们，一键3连。下期节目再见哦，拜拜。